Welcome back, Chinese learners！ 这里是 Street Chinese， 我是 Michael。在天津市最大的书店，我们来一起学中文，来呀！嘿，欢迎来到这期视频。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你会在书店用到的，以及和书有关系的中文词汇和表达。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一个订阅和赞，也不要错过视频结尾的生词列表，用它来巩固你的中文水平。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会在书店做的事。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有三件事情。我们会找书，我们会看书，我们会买书。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在书店借书，因为书店呢不是借出书的地方，你得去找图书馆。你像室内的公共的图书馆，或者是大学的图书馆，他们图书馆会借出书，但是书店只负责卖书。那说到图书馆和书店是有几个共同点，也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你比方说这个公共的图书馆和书店都会有公共的休息区或者说阅读区，那你坐在阅读区呢也是可以看书的，而且不需要买书或者这个办理借书的手续。然后在看书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安静，因为不管是书店还是图书馆，不能打扰别人看书。那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呢，你在学校的图书馆，你通常呢是能看到有一些公共的电脑，而且都是联网的，你可以在上面收发你的个人邮件，你也可以在上面办公，你也可以用图书馆的电脑来找到你想要的书。但是在书店里通常不会有这样的公共电脑来给你使用，但是你还可以用导航机器，或者是你直接问店员你想看的书在具体的什么位置，他们通常都能帮你找到。那在中文里，我们描述书的数量用两个量词，本或者套。我们有一本书，或者呢我们有一套书。当我们说一套的时候，通常呢都是指2本或者是更多的，比方说3本、5本、10本都可以。那这个套我们可以说它是同一个主题的书的，比方说上下，或者是从1到10，我们说这些分卷的集合。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说同一个题材下面的多本书，比方说我们想买一套英国历史书，我们想买一套中国历史书，我们想买一套比方说画画的教学书，这些都可以用套。那其实还有一个量词叫部，我们可以说一部书，但是这个量词呢其实有点复杂，或许晚一点我会再给你们讲一讲，专门讲一讲这个部这个量词。那么把刚才2个我们学的表达组合起来，我们有我想找一本书，我想买一套书，我想看一本书。那么光说书肯定是不够具体的，我是来找历史书，还是来找教材，还是来找一些专业书，还是来找一些小说，那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书。那稍后我也会带你们讲一讲中文里面的不同的书的类型，这些词汇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身后的这一片是小说区，当然我们也分中国的小说，我们还分外国的小说。当然书店一般会为你具体到比方说日本的小说，英国的小说，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按作者的这个熟悉度来分。那么小说通常呢就是说虚构的故事，由作者写作的虚构的故事，它不是真实的。那除了小说，我们一般还有哪些文学题材？我们有诗歌，我们有戏剧，我们还有散文。这4种呢，就是这3种和小说共同构成文学，所谓的文学。那承载着这些内容的书，当然我们就叫文学作品。
那中国人比较喜欢说的一个概念是名著。那名著它可以是小说，其实也可以是其他的，比方说散文诗集，或者是某些戏剧。你像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William Shakespeare 是吧？莎士比亚他写作的这些戏剧，那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些呢，我们一般称为名著。那名著的一些要求，肯定就是被很多人长期阅读，那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那这些书，他们才能算名作。你像我手里的这一本《三个火枪手》，大仲马写的，非常非常有名。那有一些，有时候你可能会想，有时候我也会想，哎呀，我喜欢的这些小说作品，都是我看着非常好，我很喜欢。那他也有很多其他的人喜欢。你像刘慈欣，这个作家，科幻作家写的《三体》这个小说也是，全球有名。那他为什么不是名著呢？这里面就需要时间的沉淀。那当我们说中国的4大名著，你可能或多或少的听说过，比方说《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那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小说。那《小王子》也是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然后它也是一本风靡全球的童话书。但是这个作者，我觉得我是非常的认可他，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另一本作品叫《风沙星辰》。如果你觉得你跟我有一个共同的喜欢的作者，共同的喜欢的书，给我点一个赞吧。或者如果你有喜欢的其他的书，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和小说以及像诗歌呀、散文啊这样的文学作品相对的，就是纪实类的书目。那这些书呢，它不管是讲知识的，还是讲记录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是纪实的，也就是他们都是根据事实出发。那么关于像科学类的书籍，比方说有社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比方说像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那么社会科学就像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或者说政治学这样的书。那除了科学类的书籍，我们还有一些像传记、像科普读物，当然还有一些给儿童们看的一些，比方说漫画书，或者是一些卡通的读物，或者也有一些练习特定技能的，比方说像素描本呢，或者是字帖，我们可以练习书法，或者练习我们的写字规范。这些呢也都可以在书店里找到。说起传记呢，就像这是一本达尔文传，传记就是记录人物的生平。像这本书呢，就是记录达尔文这个人，这个生物学家他的生平啊，他的历史贡献。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传记作品里找到。那么在书店，你还能经常找到的另外一类书，是这种科普读物。科普读物，它虽然也算是一种科学类的书籍，但是通常它是用最自然、最简单的语言来给读者讲解科学知识。那尤其是受到儿童、少年的喜欢，这些对于他们的启智肯定是非常有作用的。当然，对于成年人也是一样的。这些语言都是最朴实、最生活化的，不是那种用定理啊、用定义啊去堆砌起来的，那它肯定会更好理解。当然，你也许会觉得说看这样的书，吸取不到真正的知识，那见仁见智。他们的确比较适合孩子们。那你在中国的书店还能找到的一种比较特别的书，所谓经典。经典呢，其实就是中国古人写的书籍，这些古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但是他们通常呢都是用中国的古代语言，也就是所谓文言文写作的。那现代人有的通常来说对于这些书不是非常的感兴趣，也不会专门去买它们。毕竟
读这些语言也是不太容易的，即使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那我想给你介绍文言文，好像还有点为时尚早，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有兴趣的话，说不定我会专门做一期，来给你专门讲一讲中国的古代语言是怎么回事。那现在我们转到了最有中国特色的一角，后面这些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中国学生们会用的教学辅导书籍。所谓教学辅导书，或者我们一般就叫教辅书，是专门在我们的小朋友们在初中小学、初中、高中这些年级，他们上的课会使用的辅导教材，比方说这个解析或者是试卷、练习题这样的东西，我们叫教辅。那也是专门一层卖的都是这些教辅材料。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是否看起来有点奇怪，或者在你们那儿有没有这样的教辅材料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那我身后这一片是专门出售儿童的书籍，给孩子们看的书。这些书通常呢有很多的插画，故事性很强，但是当然了，就不要求有多严谨，有多生动，让孩子们喜欢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有一个或者是比较小的亲戚，那带他来这儿，那绝对是没有错的。这些故事和插图对于小朋友来说，启发他们的思维啊、逻辑思维、判断力，还有像对颜色的感知，以及当然这个语言的学习都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在一些足够大的图书馆或者是书店，你也许能找到类似于这样的藏书或者是藏品。这些书一般来说呢，不对外出售，或者即使出售，也是很大的一笔价格。那一般人像我这样的，肯定是不会考虑去买和收藏这些的书，或者是这样的画。但是呢，他们有的呢，其实更多可能出现在历史博物馆里。那区别是什么？区别就是这里面的能给你看到的，通常都是赝品，也就是专门的仿制作；而在历史博物馆里面的，通常是真品。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希望你已经记住了几个关于书店还有书的核心中文词汇与表达，我也把它们总结到了视频结尾的表上，你随时可以查看它们，复习它们，巩固你今天所学的中文知识。那么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也请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和订阅，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也欢迎你把本期视频转发给任何正在同样学习中文的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你认识的人。So if you like my video,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this video with anyone who you know learning Chinese. This is Street Chinese. I'm Michae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